结束东京的行程，我们今天要去富士山。出发前就想说，这次来租个 Jimny 开开。这次是找达人租车，好像是香港人开的租车公司。他们很好的是有提供送车来饭店的服务。像我们这种旅程到中后段才要开始自驾的人，可以直接从饭店楼下取车，节省了蛮多时间及金钱，真的是很方便。出发前我就一直看日本自驾教学的影片，也看了蛮多日本的停车及交通规则，生怕自己成为了日本三宝。真正上路了以后，发现日本人真的是非常遵守交通规则，也很有耐心，很有礼貌。相较于在美国开车，对于我们这种外国人，容错空间大了许多。在日本开车，很像是按照着速线在输送带上面前进，不太会有人抢快，每个人也都保持一定的车距。如果可以，下次我会准备3D 的导航，这样比较不会怕上错高架桥或隧道。因为有开车的关系，所以第一站就先绕来了 AP Autobahn。如果你是一个车迷，尤其是喜欢日本汽车文化，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绕来这里看看。这里结合了汽车保养、汽车百货、汽车改装，甚至还有鸟屋书店 Starbucks。简单的说，就是一间超级安托华。这里真的超好逛，有一堆露营车速装备，有些还是专车专用的，也有很多户外服饰，还有很多品牌授权的经典车款 T 恤，很适合买来展示你的信仰。I want a car with no roof on, my kind of ride. So even when I'm on the highway and I'm trying to drive, and this song come on the radio, it's kind of live. Everybody in the whip got room to hold them high. Hands held high, raise them up to the sky. Never let them low, only thought you should know. Hands held high, raise them up to the sky. Never let them low, only thought you should know. Hands held high. 离开了 AP， 我们就上高速朝着富士山方向前进。来说一下开 Jimny 的心得，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在车上装着车顶帐篷，这台车要开到高速的速线都非常吃力，而且车身的晃动蛮严重的，在有风雨的夜晚开，真的很像汪洋里的一条船。开到一半，我们先到休息站吃个东西，也体验一下日本的休息站，大概就跟想象中的差不多，食物倒是蛮普通的，不得不称赞一下台湾的休息站，相较之下还是不错的。至于自动贩卖机，我想全世界很难有国家可以赢得过日本了。玉电厂大概距离河口湖45分钟的车程。要去富士山的游客很多会在这里停留吃个饭，或是来Outlet逛逛。我是个不太会逛Outlet的人，因为大多数Outlet的品牌我都不会喜欢，也不想因为单纯便宜而购物。不过玉电厂Outlet不太一样，也许是靠近富士山，这里有蛮多户外或运动品牌，价格也是真的便宜。对于喜欢这类风格的人，根本是天堂。我很推荐可以来逛一下日本的 Oakley， 因为日本有日本线服饰产品，跟美国的产品不同，服饰设计得很简约，材质也都是机能布料，质感很好，价格也便宜，
很适合日常穿搭。没那么。至于 Nike， 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的款式，不过蛮多实穿的款式，或是在台湾受欢迎的款式，在这里是超便宜的价格，差不多2000块不到，甚至1000块不到的也很多，一次买个3-4双也没什么问题。从绿电厂离开，我们在下雨的夜晚开了1个小时左右到达河口湖。毕竟人生地不熟，视线也不佳，日本的路都蛮小的，开车要小心一点。我们来这家应该是观光客都会来吃的一大店吃晚餐，点了1个荞麦面跟1个乌龙面，搭配它的天妇罗。口味的话，至少这么晚还有东西吃就应该要满足了。如果时间允许，河口湖周边还是有一些家庭料理，去吃点小东西，喝口啤酒，应该是更有趣的体验。第一天，我们入住了 Sunlight Resort Hotel 的湖畔别邸千亿景，这是一个老派的饭店。无论是陈设或空间的利用，都很传统的感觉，只是抵达的时间有点晚，没有去大众汤池，蛮可惜的。饭店有分为一般饭店房间与湖畔别邸，后者也就是我们住的，有比较好眺望河口湖跟富士山的无遮蔽视野，只是价格比较贵一点。整间都是榻榻米，接近20平的空间，非常舒服。一大早，你可以选择在阳台享受专属于你的百万视野，也可以一边泡汤一边欣赏美景。连我这种对富士山没有任何憧憬的人，都会被眼前的景色震撼。离开饭店，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各种富士山行程。先来吃当地很有名的猴头面。我们选择的这家是布城，看得出来这应该是很受欢迎的料理，因为几家有名的猴头面店铺的建筑物都盖得很特别、很高级。不只是外国观光客，就连日本的观光客，甚至本地人也会来吃。猴头面吃起来口感有点像刀削面或面疙瘩，应该是味噌的汤头，汤里面有萝卜、蔬菜、猪肉之类的。我们还加点了可乐饼与生马肉。至于你问我好不好吃，其实就当它是个特色的乡土料理，我是不会用美味来形容它，体验一下就好，没吃到也没什么遗憾。接着我们来到著名拍照景点日川石祭殿，可能是观光客太多了，蛮危险的。现在有请人在管制，好处是安全许多，坏处就是在正常时间下过马路都是一群人一起过，不会有空景可以拍了。在拍照点旁边很可爱的小餐车，卖一些咖啡、抹茶之类的饮料，老板人很友善，是很多国际观光客的爱店。散散步走到一家当地的超市，有种乡下很宁静的感觉。虽然不是多么高级的超市，但它的生鱼片跟熟食区域也不马虎，看起来每个都好好吃。如果怕晚上回到饭店肚子饿，在这里买一些熟食也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富士山周边的行程也不多，加上晚上住的饭店蛮贵的，所以时间一到我们就开车过去 check in。夫妇位在半山腰，摩登现代的装潢，外观却低调的与景色融为一体。被树林环绕而山谷的开口正朝着富士山，被树林在前景稍微遮蔽的富士山，反倒显得有点朦胧美，与前一天的湖畔别邸千亿景是完全不同的美感。夫妇的房间风格是西式的，就像是间温馨的小木屋，客厅与房间是分开的，也一样有个露天风吕，靠近阳台还有2张椅子，坐在这里也能够欣赏富士山的美景。饭店的晚餐是在地下室的餐厅，环境很舒适，每个座位都蛮有隐蔽性的，确保你不会被邻桌打扰。其实从来都没期待过饭店附的晚餐，没想到却出乎意料的好吃。虽然餐点很精致，但不会有花而不实的感觉。隔天早上起来再去泡了1次汤，然后在饭店附近走走，再去吃早餐，然后就准备退房离开饭店了。向左转，然后向左转。大石公园应该是河口湖最有名的公园了，也是观光客最多的公园。很可惜我们来的时候花都没有开，看起来光秃秃的一片。不过这里还是有很棒的角度可以看到富士山。中间的这栋自然生活馆，它也是纪念品店。如果有买纪念品需求的，可以来这里逛逛。从大石公园开了约10公里到达西湖，一路上都没什么人，这里应该是比较冷门的景点，可以直接把车开到沙洲上。有人在湖面上划船，旁边也有可以露营的营区，这里蛮 chill 的。如果不喜欢太多人的地方，很推荐来这里。回东京前一定要来这个位在新仓山浅间公园大名鼎鼎的五重塔看看。从这个新仓富士浅间神社往上爬，大概10分钟就会看到五重塔。爬到后面的瞭望台上，就可以看见这个世界著名的绝景。那这次东京3部曲就到这边啦，没看过前2部曲的再回头看一下，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